大家好，我是 Joseph。这一段影片呢算是一个比较紧急更新吧。虽然说是紧急呢，但是其实时效性呢也差了一点点。不过因为这些通讯股通常股价反应比较慢，而且这个新闻还在发酵，所以呢就想要更新一下，告诉大家为什么最近通讯股跌了这么多。主要的原因就是 Amazon 想要提供电信服务，那这些呢造成了通讯股在前一阵子呢都有5% 到6% 的跌幅，而且这个跌幅呢还在持续，虽然有小涨一点点呢，但是还没有涨回之前的这个水平。所以我们就要来分析一下 Amazon 要提供这个电信服务对通讯股有什么样的影响，这些是我自己的看法，那不作为金融邀约或是投资建议。2023年的6月2号，那 Amazon 呢正在提出来，这个其实是个谣言，就有人传言 Amazon 呢想要提供了一些低价的或是免费的电信服务给他们的 Amazon 的会员。那这个呢就让通讯股这些投资者非常紧张。Amazon 已经市值这么大了，它做什么它都有非常雄厚的财力来竞争。那 Amazon 提供了这些低价或免费的呢，可能会伤害到通信股。那其实这是第一个反应，但是仔细想想，那其实里面还有很多细节呢要值得推敲。那首先想讲为什么 Amazon 想要提供电信服务。那 Amazon 的 Prime 呢，这几年呢真是越来越贵。现在一般的会员啊，美金要139。那现在 Amazon 还有这种服务，就是用月费的，而不是收年费的，所以就造成一种现象，有些人可能这个月要买的比较多，他用，那下个月就不用了，也有这种情况。那有时候他要吸引这个会员回来，可能还会提供一些折扣，所以就造成了这个 Prime 呢，他们的这个忠诚度，因为现在年费的这么贵呢，所以造成了这个忠诚度可能下降。而且 Amazon 现在我自己使用的感觉呢，以前 Amazon 感觉买东西的品质价格都还挺好的。那现在你说 Amazon 会不会买到价格非常有竞争优势的呢？其实也不见得，反而在其他店里有时候买到比 Amazon 更便宜的，所以这个越来越多人呢，因为这个是$139呢，算是一笔大开销，所以很多人呢就慢慢的不用 Amazon 了，转去沃尔玛啦，或是 Target。所以这个造成呢，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提供电信服务呢，可以减缓会员流失。为什么呢？如果 Prime 你可以想这个月用的比较多，下个月用的比较少，下个月就取消了。那问题是你的手机的服务，你不会每个月不用的时候就取消了呀。所以在电信服务的这个忠诚度呢，其实是非常高的。所以这样子商业的合作来说呢，确实是可行，它避免 Prime 的会员呢变成月费的，或是一年有几个月使用，有几个月不使用。如果结合这个电信服务，似乎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这个业界的反应呢是这样子的，这个谣言传出来呢 ，Amazon 官方呢是说否认这样的说法，所以他说呢，我们 Amazon 常常在想，怎么样提高这个会员福利。所以我们有很多计划呢，那他们在这个时候呢，并没有想这个。那几家电信业者的反应呢？现在 Verizon 是否认，说我们没有在跟 Amazon 谈任何的合作。T-Mobile 也否认，说我们没有跟 Amazon 在谈合作。那 AT&T 他们是拒绝评论，不承认也不否认，所以在这里呢是拒绝评论呢。所以在业界的反应里面呢，现在看起来这个新闻呢，现在是谣言。那这些公司都否认的话呢，那可能这个事情呢不会那么快就实行，所以还有时间反应。你也可以看到跌下去，股价也没有上来，因为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。那股价的反应。在这个消息出来呢，你看 Verizon、AT&T 跟 T-Mobile 他们的股价呢都跌了6%、5%，T-Mobile 跌了更多，跌到将近7%，所以都是在这个
都是跌了非常多的。所以在股价反应呢，这个投资者呢是相当于悲观，怕 Amazon 呢抢走这个市场。其实不用这么担心。那如果 Amazon 提供了电信服务，其实有很多的问题。第一个，电信服务的门槛很高，那 Amazon 应该是不会想要从头开始，因为电信服务呢牵扯到非常多的基础建设， Amazon 不太可能自建网路。那如果不自建网路的话，它就必须跟其他电信业者合作。跟其他电信业者合作的话呢，他自己能控制的就比较少。所以 Amazon 不是大笔的资金要进来，而只是谈合作的话呢，对电信业者呢其实不是件坏事。我们可以想，如果他提供了这种服务，那等于是 Amazon 跟这些电信业者拆账啦，那可能会给一些电信业者带来额外的使用人数。所以这个对这个增加使用人数，增加另外一条销售管道，对电信业者来说应该是一件好事。但是在这里就要做差异化。那因为这些电信业者已经提供服务了，那这里面是比较便宜的话呢，得到的服务呢就可能会比较差。那可能就是只能打电话啦，上网也非常有限，或者速度有限。在这里，电信业者是跟 Amazon 合作的呢，我觉得电信业者还是有一定的优势，因为 Amazon 不太可能来进行电信服务，那要提供呢这个呢，就 Amazon 可能会不计亏损的来做这件事情。那对于电信业者来说，会增加使用者人数，那如果他们想要用更好的服务，那在这里可能也会想办法 Amazon 跟电信业者拆账。那这个部分呢，对电信业者来说呢，我觉得是利多于弊。但是其实市面上已经有这样的服务了，像 Google Fi 已经提供类似的服务了。那等一下会介绍 Google Fi。那 Google Fi 呢，因为Joseph 自己有时候在不同的地方，不同的国家，所以 Google Fi 对我来说呢非常方便，它可以用 unlimited， 它可以用无限的这些网路，去到其他地方的话呢，也可以非常快的就上网，我不用到每个地方呢都办每个地方的，去拿每个地方的 SIM 卡，所以对我来说呢是非常方便。那最后一个呢，就是如果提供了，对 Amazon 来说呢，虽然提高了会员价值，但是前面说的，因为他自己没有网络，它的可控性就是他等于是要把这个客群卖给电信业者。那而且如果他是提供 Prime Member 的这个福利的话呢，那可能会损伤到 Amazon 的盈利。所以这整个提供这个服务呢，那 Amazon 从中获得什么呢？这里其实还不太明白。所以这里可能我自己还没有想明白，那希望之后呢有更进一步的消息呢，看 Amazon 跟这个电信业者是采取何种模式来进行合作，但是目前看起来这可能会让 Amazon 的盈利呢差一点。这个是 Google Fi 的介绍，你可以看到 Google Fi 其实不贵，它在美国境内Simply Unlimited 的2个线也只要80块，一条线40块，然后有 5G 的。那这里 data 呢在加拿大、墨西哥可以用。那如果你常常在不同的地方旅行的话呢，在这里1个月55块美金，那2条线也就110块美金。你在这里呢，在其他地方呢，在200个这个国家呀、地区啊，都可以有 data。这来说呢，55块是不算贵的。你可以看看下面AT&T 的价格，你就知道55块算是便宜的。还有一种是 flexible， 如果你不常用，那其实就35块再算 data， 那 data 就挺贵的啦。那 data 呢就差不多1个 giga 是10块钱，所以如果你用的多的话呢，其实可能会比110还更贵所以呢在这里呢，就是 Google Fi， 它不管你的在里面包含的这些地区啊、国家呀都可以用，所以非常方便。那你可以看到 AT&T 呢，如果它的最高规格的这个就是2个线
一个线75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跟 Google Fi 来比呢，这里就差了20块一个月，两条线就40块，所以差挺多的。而且 AT&T 呢，它只有在一些拉丁美洲的地区呢，能提供这个漫游的服务，在其他地方都没有。所以这个跟 Google Fi 比来说呢，就已经没有优势了。回头来讲了，那如果是这个价格的话 ，Google Fi 的优势会比 AT&T 来的明显。如果 Amazon 要进来这个市场的话，它肯定就是要打低阶的。但是如果要打低阶了的话，那现在其实都已经有预付卡了。它在市场上如何把预付卡这种中阶、高阶的用户区分开来，当作是 Prime 会员的福利呢？这个地方我觉得画一个大大的问号，因为这个商业模式已经挺成熟了，它怎么样找到符合这里面的族群呢？而且其实说真的 ，Amazon 的会员的收入其实都不算低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有没有必要再提供这样子？我们有没有必要从我们现在的这个电信网络换回 Amazon 呢？这其实就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。换服务商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但是总归麻烦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没有看到一个非常强大的诱因，促使我如果提供这个福利的话，促使我换过去。那在这里呢，如何应对这样的新闻跟消息呢？Joseph 是觉得逢低加仓通信股，在通信股这个下跌的时候呢，产生了投资的价值。那在这里呢，我觉得是稍微恐慌造成的卖压，所以在这里呢，我觉得会逢低加仓。在这里 Joseph 已经又买了一些 AT&T， 那股票代码是 T。那 AT&T 呢的成长动能呢，也来自 Fiber。它虽然也有这个 wireless 的部分呢，但是我更看好的是 Fiber， 在这里面的它的 margin 也可以带来的这个利润会比较高一点。所以对于 AT&T 来说呢，如果有这个，就像前面说的，它会带来其他的销售管道。那 AT&T 呢，最看重的还是 Fiber。那 wireless 呢，虽然也在持续稳定的增加。那 Amazon 如果进来这个市场呢，我不觉得对这里面会有很大的伤害。就像之前说过了，对我来说没有诱因要转换到 Amazon 提供的这种平价的这个服务。那目前来看，这个卖压呢，应该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跌到自己理想的价格，就可以再多买一点通信股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投资时机。这是我对 Amazon 谣传要进入电信服务的这个的新闻的一些反思。那不知道你对这样的新闻有什么样的看法呢？你会不会逢低加仓通信股呢？请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你的想法哦。